芊芊啊，爱记起赞购、起订阅、起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碎芊芊，我现在人正在韩国的首尔，现在呢正在弘大。大家知道韩国烧肉不是非常的有名吗？那种什么五花肉啊、牛肉等等的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带大家开箱一间号称弘大3大必吃的其中一间店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人在弘大，你不觉得这 logo 长得很可爱吗？哎，对，好，重点不是这个，它的店名真的是太可爱了，就叫做肉梦，肉的梦想世界。我们就一起来开箱看看究竟味道是怎么样，因为网上评价真的超级好。韩国不是有很多店是那种，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人是没办法进入用餐的嘛，所以我今天特别找的这间店是号称也可以自己一个人用餐的。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看它的烤肉究竟味道是怎么样。Go， 那我们是这间肉梦。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订的时间非常早，我们订了5点，结果现在来啊，这种用餐时间超早，可是其实还蛮多人的。这一间呢，它的评价非常夸张，它的 Naver 上面是4.73分，然后重点是它有5000多个评价。然后我在看到网络上有人写它的评价呢，就说店员很帅，会帮烤，号称弘大必吃。我目前还没看到男生店员，等一下如果看到，再跟大家分享。肉梦，平常有的没有漫画看太多，看到肉梦就觉得哦，蜂窝猪皮，然后我们再点一个猪拼盘，牛肉烤餐。它这一间呢，牛肉、猪肉都有卖，然后我刚刚就点了一个牛肉跟一个猪肉的套餐，就是附一个大酱汤。坐着有人帮你烤好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赞。它的牛肉外面有点恰恰，然后里面还很嫩，有点微生的状态，很赞。来一个配泡菜的。它的肉酱汁。他现在在微笑，大概就是我的现在的心情。请大家一定要试一下肉加瓦萨比，超好吃。而且它烤肉的速度很快，哇！你看这个油油亮亮的，哎呦！刚刚那个位置比较香，可是这个位置比较油。韩国就一定要这样子，这个搭配，哎呦哎呦，漂亮成这样。我现在已经在期待我的猪皮了，杏鲍菇。哇，这杏鲍菇汁超多，它杏鲍菇菇味有点过重。接下来的牛看起来很赞，看起来美到不行啊！这个部位，很美。第一名。第一名很油很肥，哦呦！然后去那个汁在我的嘴巴里面啾啾啾啾啾。好烫哦！它不是牛舌，可是它在我的舌头里面弹来弹去的。我等一下想要再加点它。大酱汤哇，而且它的烟其实没有到很多哎，我觉得很强。啊，大酱汤就给没，我对大酱汤不是很理解。这是不是应该要配饭呢？哦，但是它的大酱汤带有一点点酸味，其实蛮解腻的。
才刚吃完牛，已经觉得好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了。但我看到网上特别有人说店员很帅，但是我们的店员是女生，但他人很好，人很好，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看这个豆腐好好吃。来了，我们的猪肉来了。哇，来了，油脂最多的来了。在这一台看起来很夸张。好美啊！我们的猪肉好了，它那个猪肉我真的是，等一下，现在。牛肉很好吃，但它的猪肉也很好吃，很香嫩，然后又油胖哇！哎呦，你有看到这个肥肉吗？我刚看到它减肥肉，感觉减到我的心里去了。我要住在这一间店里面，这间店要来，我们打勾勾好不好？你看这个。哇，好烫！对哦，这间为什么要这样？哦，很香哎，因为猪没有猪臭味，嫩的刚好，它就是外面恰恰，可里面还是嫩的，很会烤那个店员，因为它的肥肉其实很多，可它吃起来的油腻感不会到很重，调味也不会到太咸。我觉得牛肉跟猪肉拼盘都各点一个，找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个。它的牛肉啊，烤的样子很漂亮，那猪肉烤起来很适合拍照，震撼感也很够。那个火，而且它火很大，刚刚烟超多，可你眼睛其实不会觉得很熏。它的泡菜酸度很够，配肉很解腻，很刚好。幸福。而且这间连小菜都还蛮好吃的，我很喜欢这个是鱿鱼对不对？配肉我觉得蛮刚好的。哇，好热闹哎现在，而且都是当地人。刚刚加点了它的副餐 cheese 鸡蛋羹。哇！好，那吃匀了，好软哦！哎，它的那个鸡蛋羹啊，之前我吃到蛮多，它的那个网巢状其实会很明显，就是有点粗粗的那种口感。结果它这个是超级嫩的，口感有点像蒸蛋的那种形式，好甜哦！哇，这个起司超级砍西。勾不完这个头发。来试试看它刚烤的猪皮，哇，它刚烤那个火超大，它有附这个，有点像花生粉，整个不见。那不是花生粉，吃起来很脆口，没有那个猪皮很有心的那种胶质的感觉，蛮好吃。但我比较喜欢肉。目前猪肉、牛肉的套餐，蒸蛋，等下来试一下冷面。我们来吃吃看冷面，因为我刚刚看到很多人都点这个冷面，然后点了它的这个是哇，料超多哎。怎么会拌得这么乱七八糟？这样是拌成功的吗？还是看起来好像还没好？我来吃吃看这个扁块苦手。可以再加一点点酸跟辣，蛮好吃的，面条很 Q， 蒸蛋又来了。目前吃到现在，觉得值不值得来？这间值得，对不对？大家一定要来，我想4.73分，真的是完全可以理解。这桌负责烤的人超级会烤。光看它那个华丽的也没什么华丽，就很朴实的手势，但是每块肉都好好吃，然后速度又很快，所以你不用坐在那里，然后就这样
不用，因为它的那个副餐也很好吃。但我觉得它辣酱汤我有点吃不太习惯。蜂窝猪皮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点来试试看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吃起来蛮香的。它其实外面脆脆的，然后里面就有点 Q 弹的口感，蛮好吃的。然后我刚发现啊，每一个韩国人都桌上一定会点烧酒。他们拿到那个烧酒的时候啊，他们就会这样子哦，就有一个自己的华丽动作。我发现每一桌都是自己莫名的也很想要点一个，然后这样子。吃完了我们的肉梦，我觉得整体来说，我个人还蛮喜欢的。而且我们3个人吃点刚刚的那一大堆啊，这样结账起来大概3000多块、4000块台币，我自己觉得蛮划，是因为全程有人代烤，肉的品质也还不错，又有猪肉跟牛肉，蛮多种可以选择的。我会推荐大家如果来的话，猪肉跟牛肉一定要点，然后副餐的蒸蛋，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想要蒸蛋，不过就是个蒸蛋没有，因为它就是有蒸蛋的那个嫩，然后不会有粗的感觉之外呢，它又够甜，它还有那种锅巴有一点那种焦香的，超好吃。我刚刚其实有点忍不住，很想要再加点一份蒸蛋，所以蛮推荐大家如果有来弘大逛街，一定要来吃看这间肉梦。然后我们刚刚坐在里面呢，是唯一一组外国人。我刚其实有点紧张，想说那这样沟通会不会不良？不会，他们的店员呢就是会讲英文，所以大家就是来的时候可以不用担心。而且呢，它的点餐是那个荧幕点餐，所以如果沟通真的是不太 OK， 就可以直接用荧幕点，因为它有那个中文字的菜单可以选。赞赞，大家有来弘大一定要来吃吃看肉梦，肉梦，肉梦，肉梦。看起来是不是过于兴奋？吃完肉梦又逛完弘大，我接下来呢要来吃甜点了，就是Golden Peace。我之前有开箱过，我今天下午呢就先去逛完 Golden Peace 之后，然后才去吃肉梦。逛完之后吃甜点，这刚刚，你看这个包装多美，然后它现在有一个圣诞节可爱的兔兔的小包装。因为我个人呢，药果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家了。我跟大家说，真的味道真的有差。大家如果有到汉南洞的话，真的可以去 Golden Peace 逛一下，因为很多精品的礼盒都是选他们家的。我之前还有把它的这个缎带给留下来，因为这个缎带就是很美。什么意思？我今天去逛完之后，它这个是新的，它上面会有一个那个它的介绍，就是它的药果味道非常的细致，然后有非常多不同的口味。我遇到蛮多人有去买 Golden Peace， 然后跟我说，因为他们以前不喜欢吃药果，后来买了 Golden Peace 之后，觉得味道真的有差。这盒子之后又要被我拿来装东西了，舍不得丢啊！但它保存期限蛮短的，就是一定要冷藏或是冷冻，所以大家常温下当天就是要马上吃它。美死！大家如果假如要买回去台湾送人的话，可以最后一天再去逛，然后再去买。到底谁会买礼盒送给自己吃嘞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药果呢，为什么要叫药果？其实它跟药没有关系，它是用蜂蜜做的。因为，我跟大家说，大家知道吗？因为我之前4月不是去多伦多嘛，然后韩国的同学在跟他们聊到药果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说它的典故是因为这样。因为我韩国同学说，哇，他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立刻就眼睛帮我上一下，先吃兔子，兔子是我没吃过的新口味，好可爱哦！你怎么可以吃兔子？上面还有金箔。我这样子吃完肉末再吃这个会不会太奢侈？没有关系。好好吃哦！它这个啊，我觉得吃起来带有点酸味，然后有一点那种巧克力苦苦的味道。如果你是买给自己的吃药果，我觉得最适合配茶，热的茶，然后再吃这个超棒。你应该买2盒的。哇，好想配茶，而且它下面还有一个垫子，你看整个看起来就很精致，难怪会拿来当精品送礼耶。如果你本身是喜欢喝果汁类的东西，你就会喜欢这个。后来我到韩国有去买过其他药果，就那种超商里面买的，我那时候就很不喜欢，我想说药果果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结果后来吃了 Golden Peace 之后，就原来是因为我没遇到它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味道我就是很喜欢，那种糕点类，然后吃下去甜，可是不死甜，因为它就有一层层的味道合在一起，你就会觉得很幸福。因为它现在这个药果啊，它咬下去，我觉得它的保水度、湿润度又更高，所以咬下去你其实没有不揪的感觉，但它其实是糕点，就觉得蛮神奇的。它的榛果
很香，然后又不会有油味，因为明明下面这个都是湿润的状态。这个是黑芝麻柚子口味的药果，好想来杯热茶哦，然后躺在沙发上面再咬一口，配一口热茶再看电视。接下来这个应该是哈密瓜口味，不对，绿茶口味的，它有点抹茶感的那种绿茶，干干的那种感觉。还好它不是哈密瓜。今天试吃哈密瓜的口味，我觉得我比较还好。给大家听一下 ASMR。喝，喝，喝。可以听得出来有一点粘稠，但是又很酥松的感觉吗？今天这一次呢，去踩点啊，在 Naver 上面评分超高的人气烤肉店，味道我其实是蛮喜欢的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这次去吃，3个人一致都觉得，如果是朋友来的话，会推荐他们去吃，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真的是可以去试试看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回到饭店，甜点就吃我今天去 Golden Peace 买的药果。如果大家没去吃过的话，我觉得我蛮建议大家可以去 Golden Peace 去吃吃看正宗的药果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药果真的非常好吃。然后去的话，如果大家有点不太确定是要买哪一种口味的话，你可以跟他说你要试吃。他们现在有一个会讲中文的人，所以我觉得沟通上面应该是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没有遇到那个中文店员，其实简单的英文他们也是 OK。反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试吃看看，因为我个人真的蛮喜欢这一间的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，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。我今天真的是幸福的一天，吃到好吃的烤肉，然后最后又有买到 Golden Peace 做结尾，自己一个人吃的很开心，有点在开 party 的感觉。拜拜，我要吃到这只兔子。前阵子就是那个周杰伦的演唱会，然后许光汉在上面有戴一副那个眼镜，真的太帅了，我就想说去试戴一下。我只能说，时尚的完成度果然在于脸。我戴上去之后，同事有整个沉默，他脸上写了一个问号。你知道，有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没讲，但他也什么都讲了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